今天我们的话题要从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甚至有些违反直觉的经济数据开始。根据最新的官方统计，2023年加拿大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也就是最能够代表一个国家普通家庭财富水平的数字。那么这个数字呢，大约是52万加元折合38万美元。而在南边的邻居呢，那个被誉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美国，这个数字是多少呢？答案是19万2900美元。您没有听错一个典型的加拿大家庭，从账面上来看呢，竟然比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富裕了将近1倍。这个数据就像是一面棱镜，瞬间折射出两个国家深层的社会结构、经济困境和国民性格的不同它引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到底说明了什么是加拿大真的是藏富于民，还是美国的繁荣之下隐藏着巨大的裂痕？今天我们将深入这串数字的背后，探讨一个更加宏大的主题：美国与加拿大这两个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分别与自己的国民签订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不成文的社会契约。而我们正在见证的，很有可能呢，就是这两份契约同时在走向黄昏的序曲。这道巨大的财富中位数鸿沟呢，首先揭示的并非是说明加拿大更加富裕，而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日益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美国中位数相对贫穷呢，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缺少财富，恰恰相反美国的财富总量是非常惊人的。根据美联储的一个数据2025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家庭的总财富是超过了160万亿美元。那么这个里边的问题就在于这些财富去了哪里？答案是呢，集中在了金字塔尖。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是掌握了全国超过28%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0%的家庭呢，则是控制了超过62%的社会财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于金字塔下半部分50%的美国人呢，他们共同拥有的财富仅占全国总量的区区的5.6%。这是一个典型的赢家通吃的资本赌场少数人在其中呢是赢得了天文数字的一个筹码，而绝大多数人甚至连稳定的坐在牌桌上的资格都没有。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和普通家庭来说他们的人生之路上矗立着3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持续不断地侵蚀着家庭财富的根基。那么第一座大山呢，就是医疗债务。这是美国独有的一个社会顽疾在美国，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足以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瞬间破产。根据统计呢，超过60%的美国个人破产申请都与无法支付医疗账单直接相关。数千万美国人背负着医疗债务，那么这笔钱呢，不会是像房贷一样为你构建一项资产它纯粹就是一个财富的黑洞。第二座大山呢，就是教育债务。美国大学的学费之高是这个世界闻名的。那么超过4500万的美国人呢，是背负着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许多年轻人呢，一出校门呢，就背上了数十万美元的债务，这使得他们呢无力储蓄无力购房，无力投资，财富的积累的起点呢，被无限期的推后。就像是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就是在43岁的时候才还清了上大学的贷款，而那时候呢，仅仅是他在当总统的8年之前。第三座大山就是消费债务。在一个收入增长停滞而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里呢，高利率的信用卡债务成了许多家庭维持生活运转的一个麻药。当意外支出发生的时候呢，信用卡往往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但这就让他们陷入了利滚利的一个债务陷阱。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媒体报道的一个真实案例休斯顿加西亚一家的真实故事。大卫加西亚呢是一名仓库主管，他的妻子玛利亚呢是兼职的一个设计师，家庭年收入呢是8万美元左右，算是当地的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了。2025年，他们10岁的儿子呢在踢足球的时候摔断了手臂，尽管公司有提供一个基础的一个医保，但是呢，他们最后依然是收到了一张4800美元的一个账单，这也就是一个自付的比例那么这笔意外的支出呢，对于几乎没有现金储蓄的他们来说呢，是毁灭性的。为了支付这笔钱呢，他们只能是动用高利率的信用卡。
正如玛利亚所言啊，在美国，你和破产之间呢，永远只隔着一次小小的意外。加西亚一家的困境啊，就是美国中产阶级危机的一个写照。他们的焦虑呢，并非是来自资产波动，而是来自于收入的脆弱性和社会安全网的一个缺失。美国中位数财富之所以如此之低啊，就是因为有着无数个像加西亚这样的家庭，他们的财富呢，被这三座大山不断的无情的削平。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加拿大的普通家庭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答案啊，要复杂得多。加拿大更高的中位数财富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薪水更多，而是源于其社会契约的核心，也就是以房地产为中心的财富增长的一个模式。在过去20年里啊，加拿大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房地产的超级周期啊。以多伦多、温哥华为首的城市呢，房价增长了3到4倍。而对于那些拥有自住房比例超过70%的加拿大中产阶级来说呢，他们的财富随着房价的飙升而被动的大幅的膨胀了啊！他们的财富呢，是一笔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呢，却很难变现的纸面富贵。而对于那些拥有自住房比例超过70%的加拿大中产阶级来说呢，他们的财富呢，随着房价的飙升而被动的大幅的膨胀了。他们的财富呢，是一笔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呢，却很难变现的纸面富贵。而且啊，这座看似坚固的财富堡垒呢，其地基是建立在浮沙之上。首先啊，是债务的一个承重墙已经是不堪重负。加拿大家庭的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呢，常年是维持在170%左右的高位。那么在发达国家中呢，也是名列前茅。这就意味着啊，加拿大人每赚100块钱就背负着170块钱的债务，而这些债务当中呢，绝大部分都是房贷。其次啊，这座堡垒中对利率这种天气变化呢是极其的敏感。当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的时候呢，堡垒看起来就是固若金汤；但是当利率上升的时候，那么堡垒的每一块砖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来看真实的多伦多王先生一家的故事啊。他们是典型的一个加拿大的模范中产，努力工作，省吃俭用，在2021年的时候呢，买下了自己的房子。然而啊，当他们在2025年需要续签房贷合同的时候呢，利率是从1.89%飙升到了5.5%，那么月供呢，凭空就多出了2300加元。王先生说的那句"我们拥有100万资产，却过得像赤贫一样"啊，这句话是道出了加拿大资产型危机的一个核心。他们的财富呢，被深度绑定在了一项流动性极差且受宏观政策影响非常大的资产上。他们的噩梦呢，并非是来自于失业或者疾病，而是来自于那个他们曾以为是最稳固的资产的本身。所以啊，我们再来看两国的一个差异。美国的中位数困境呢，是暴露了其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的不均啊，以及普通家庭在医疗、教育等系统性风险面前的一个脆弱。而加拿大更高的中位数呢，则掩盖了其财富结构的单一性啊，和对利率、对房地产市场高度依赖的一个巨大的风险。一个是在赌场里时刻要担心被清出场外，另外一个呢是守着一座纸牌屋啊，时刻担心啊一阵风就能把它吹倒。为什么会形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困境呢？这并非是偶然啊，而是源自于两国在制度设计上的不同的选择。首先是社会安全网的一个厚度啊，决定了家庭财富的一个底线。最关键的区别呢，就是在于社会福利体系。加拿大的全民公立医疗体系呢，虽然有排队时间长等问题，但是呢，它从根本上杜绝了美国极为普遍的因病致贫的一个现象。在美国啊，超过60%的个人破产都与医疗账单相关，而加拿大呢，这个数字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这份隐形的财富保险呢，为加拿大的家庭守住了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在养老方面呢，加拿大的退休金计划 CPP 啊，其资金呢是由独立的投资委员会进行市场化投资，以确保其长期稳健。而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呢，则更多的是依赖于现收现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巨大的压力。第二啊，就是在两国对待债务上的一个认知区别，决定了家庭财富积累的一个效率。
加拿大家庭的债务呢，主要是构建资产性的一个债务，也就是房贷。那么虽然压力巨大，但是呢，它对应着一项有可能增值的资产。而美国家庭的债务当中呢，充斥着大量的侵蚀财富型的债务，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学生贷款、消费贷款和医疗债务。那么这些债务呢，不会为你带来任何的资产增值，它们只是纯粹的一个消耗。从历史上来看啊，加拿大的累进税制呢是更加的严苛啊，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更高。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抑制了财富的极端的集中。同时呢，加拿大的工会力量，特别是在公共部门，那么也是相对更强啊，为中等收入群体呢是提供了一个更稳定的一个工资的一个地板的保障。而在美国呀，更低的资本利得税、几乎形同虚设的遗产税，以及被大幅削弱的工会力量，都共同促成了一个结果，那么就是财富更容易的从劳动变成资本，从底层流向顶层。在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讨论了两国中产阶级的巨大差异之后呢，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到最高处，来看到一个令人更加不安的一个共同点。那么这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财富呢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向金字塔的顶端集中。我们已经知道，在美国最富有的10%的群体呢是掌握了超过62%的财富。那么加拿大情况怎么样呢？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一个数据，加拿大最富有的10%的家庭同样是控制了全国超过57%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呢，则掌握了近1/4的国家财富。那么这也意味着虽然两国的中产阶级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呢，他们头顶上的那片天空却惊人的相似。两国的精英阶层呢，都已经与社会大众渐行渐远，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财富共同体。那么这种财富集中化呢，正在两国同时催生着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就是机会的固化财富的代际继承使得拼爹正在取代个人奋斗阶级跃升是越来越难。那么这直接侵蚀了两国社会契约的一个根基。其次呢，就是政治的极化。那么巨大的贫富的差异呢，也催生了1%对99%的一个对立的一个叙事，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怨恨与不信任。富裕阶层呢，是通过政治现金与游说活动影响政策。而普通民众呢，则是感觉到被边缘化。那么这种无力感呢，是极易被民粹主义所利用。最后就是社会信任的瓦解。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感到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的时候呢，他们对政府、对市场，甚至对彼此的信任，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所以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加拿大更高的中位数财富呢，并不能简单的意味着成功。它是一份呢以全民防奴为代价换来的呢看似稳定但实则脆弱的一个社会契约。而美国更低的数字呢，则是揭示了其美国梦的一个承诺呢，在极端不平等的面前呢，已经是变得多么苍白无力。加拿大的危机是一场中产阶级的承重危机。它的挑战呢，是如何在不引爆债务危机的前提下，摆脱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而美国的危机呢，则是一场机遇幻灭的社会撕裂的危机。它的挑战呢，是如何在不扼杀其经济活力的前提下，重建社会的基本公平。那么是在如何不进行革命的前提下，进行财富再分配。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份社会契约其实都已经走到了黄昏。黄昏之后呢，未必就是黑夜，但是呢，它要求我们去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创造一个拥有惊人财富总量的资本赌场，还是构建一个大多数人都能够拥有安全感和尊严的财富堡垒？或许真正的答案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而这呢，恐怕是现在这个最动荡的年代当中，我们观察这两个国家很多问题的最直接也是最基础的线索。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